老板，吴院长刚换的新药，他给的这个药越吃越糊涂，还吃吗？这是老二，娜娜。这个也是娜娜，长大了，20多岁。娜娜，娜娜，加油！兜里还有瓶药，我再吃口药，行不行？你手机在那个车上，手机号码多少？说。小飞，我师傅在那个车里，你手机号码多少？邓局，2号目标马上抵达卡北区检查站，拦住他。是。你好，出示一下您的驾驶证，下车。邓局，手机找到了，2号目标不在。人往市南跑了，联系港南分局。是。港姐，喂，现在能跑2步，到了老巢，我们才能把他一网打尽。明白。这样，把目标的实时位置同步给港南分局，让他们即刻出发展开跟踪。但是记住，离目标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动手前千万不要暴露。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，后面的行动另行通知。陈警官，你师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这熊孩子！我告诉你，别扯别的。我们班主任可说了啊，她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变成坏孩子了。天天网吧、酒吧、游戏厅，我告诉你，别等到她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娘俩变成一兵一匪，回头再到里边探视我去。干点好心的呀！我跟你说了，
亏了你提前被收编了。就你这种王八蛋，你要是沦落到街头，成了什么人民公敌，多少群众得遭殃啊！我舅舅呢？我姐姐呢？你姐姐在抢救，有什么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你舅舅。 别装了。你让他干什么？让他走。让他走。小飞。 我很想你。你也，我会死的，我会死的，我不死。这么着急给自己判死刑吗？小飞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不会死的，小飞。 小飞，小飞，小飞，说说吧，都犯过哪条死罪啊？说说楚一涵吧，他干了些什么？咱们集团新一代的狼王是老齐的儿子楚一涵。你们俩手上各有半份秘闻，能破译的只有我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楚一涵，他是唯一知道沙漠虎遗产的人。我不知道。 知道的，我刚才都说了。你们是情侣吗？如果我们在将来查出了你们俩之间还有其他的利害关系，或者是因为今天你的隐瞒而产生了相应的后果。 你们俩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我能看看我姐姐吗？石华是你杀的吧？我不认识他。还来吗？ 这是现场的照片，还有你的指纹鉴定书，要我一条一条的读给你听吗？是去找过他，怎么了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他是个逃犯，死为禁止，杀人、强奸，他不肯死。
你也是个逃犯，但是我的副支队长为了救你，甘愿把自己的命压在别人的手里，你说为什么呀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你已经够死刑的量了。就算你戴罪立功，量刑也会很重，有可能这辈子都出不来。但是现在，是你唯一一个可以争取活命的机会，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尊重你的机会。别像个孬种一样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。贾雪萍跟我说，我想把他的仓库藏在人民路旁边的安心的，还有徐涵和他妈，已经是他们那边的人。在哪个人民路？海南那个人民路，人民路南边是大河市。大河市上，他骗我，他骗我。喂，老夏，人到了，左转了。先不要跟，放他1公里。切记啊，千万不要暴露。明白。棺材屋。行了，今儿晚上就在这儿歇脚过夜吧。走吧。这不是你房子。西北狼的老五叫卢泰，是个刨坟的，听说过吗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所以这儿暂时归我了。周一涵，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，你妈可是他害死的，我真搞不明白，你跑他干什么？做笔交易怎么样？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一份儿，你把这老头杀了，替你妈报了仇，他的那份儿也归你了，怎么样？
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别瞎比划！进来。师傅，江九平生前呢，交代了一个叫安溪墓园的地儿。卡里沙和汉北市内所有叫人民路的街道附近呢，都没有发现这个墓园。下队的人说了，在全国范围内发现有3个类似名字的墓园，最近的一个也有1300公里。师傅，一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融入西北狼，这本来就是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妈妈没有经得住这些考验，从理论上来说有这种可能，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，不是吗？这并不说明你就是安全人。如果他不再是一名警察，那一定说明他经历了非常大的诱惑和恐吓，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。如果真到那一步，我会重复他走过的路，以他继承人的身份，成为西北狼的一份子。从内部粉碎敌人，不就是侦查员的使命吗？太君，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不会像我妈妈那样。师爷，你别看我打架猛，我怕死的很。碰上什么危险情况，我一定第一个溜，我保证活着回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我单线联系，你只对我负责。2点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第2点，不能朝自己人开枪。师傅，我们不会亲手养了只狼王吧？傅玉涵归队以前，还不能给他下结论。那就算做最理想的打算，我们能用最快的速度把西北狼的残余势力全部的抓捕归案。到时候，他很可能就会说，成为狼王，枪击我跟夏队长，那都是他逢场作戏的临时计策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获取什么沙漠虎的遗产。他甚至都没有想过他会用那样的方式跟他母亲去团聚。那要是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还能绝对的信任他吗？威胁和诱惑呀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你还记得吗？12年前我派你到花城去化妆侦查，也遇到过同样的危机。我们内部当时也有些人对你动摇过，但是我选择相信了你。今天也一样，我也选择相信楚一涵。但是师傅，那如果咱们做最坏的打算，如果林队还活着，并且他已经
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那我们还怎么能保证一涵在亲情和金钱的诱惑下，还能够按照正确的道路往前走吗？所以我们才要赶紧的收尾啊！只要城防位置确定之后，你第一时间就要马上行动，一定要把他俩活着给我带回来啊！啊。师傅，如果一涵对我们开枪，我该怎么办？咋办？你脑子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把它翻译出来，让这小子看一眼，送他上路。等等。把另外一半搜出来，省得到时候写错了，死无对证。给出警官。喝点水吧。手术以后，我们会派专人来照顾你姐姐。你回去休息吧。你知道安心墓园吗？你知道。那是我舅舅建的家族墓园，我妈妈就葬在里面。在什么地方啊？在我爸的老家，天山县南木镇。小时候我去过几次。放心吧，你姐姐会没事的。医生，我是他妹妹。患者也度过了危险期，目前还没有醒。好，谢谢啊。公安同志，你受累了。
是这样，我这儿有份材料，非常重要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给我翻译一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啊。但是，小楚在外头呢，你要是拒绝的话，他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你看行吗？来。一会儿你们俩结果出来之后，如果有一个字儿不一样，你二位都有生命危险。师傅，我刚刚联系了南门镇派出所，他们那儿啊都是山村墓地，缺乏规划，好多都没有立碑，全是散坟乱坟，没找到咱们说的那个安息墓园，也没有找到刻有古木兰或者古建国的碑文。奶奶，姐，怎么样？是公安局。姐们儿，喂，台局长。古琳娜，你在医院吗？你准备一下，我现在派人去接你，去一趟南莫镇。我去南莫镇干嘛？请你帮忙指认一下，谢谢啊。哦，好，再见。天山县南莫镇人民路南2000米安心墓园。老蒋的仓库。陈警官，另外还有一个事儿，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小楚可能是年轻，不听劝啊。我
看他的意思是铁了心要背叛组织了。一会儿我儿子进来，你好好劝劝他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就地正法。你不会还在相信他吧？我跟你说了，他拿到密文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你。你现在最该做的决定就是把我放了，咱们俩一起进去干掉裴毅。你不信，我把你去。闭嘴！别跟他废话。是你领导，他是我叔，他想抓你出去，我不答应。他现在知道密码的全文，如果活着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叔，为什么？我妈还在他手里，我要找到她。找到他又怎么了？他愿意见到你现在这个样。他是个好警察。你呢？你现在成什么了？你现在能活下去，比做警察更重要，不是吗？他能放我走吗？我现在掌握了所有的秘密，我一定能说服他。他不会放我走的。我知道的太多了。你相信我一定有办法的。你只有活下去，才能继续照顾穆姐姐他们，不是吗？我想你要我吗？我最后再劝你一句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你不要再往前走了，你会回不来的。我求你，别放弃。你只有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你放屁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王八蛋！我来吧！说，你别我说。你不是说我考上大学，我妈就陪我去报到吗？她人呢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呵，彩印的啊！你们现在这录取通知书可真是高级啊！这不像我们当年改革泡纸片子，往信封里一塞就给你了。楚一涵同学，院长赵凯。哎呀，现在这通知书太珍贵，太漂亮了。你坐那，多不容易呀！你说这高中3年，祝贺你，终于考上大学了。欢迎，来，跟叔喝一杯啊！叔祝贺你啊！欢迎你进入咱们警察家庭。哎，我问你，我妈人呢？
你怎么着？你瞧不起你叔了？哎，这才叫男子汉呢啊！哎，怎么着，这小子还没谈恋爱呀？哪有时间谈？恋爱都没谈。我跟你说，我让你高中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，是为了让你考大学。现在考上大学了，就得开始谈恋爱了。不找女朋友，那都不是正常人，知道吗？这点你就不如你叔我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要不拌面？我就喜欢了你。好的。我就开始追了。那女孩你是没见过，大高个儿啊，大长胳膊，大长腿，那跑起步来那个漂亮。每次运动会啊，这5000米冠军总是她的。我就为了追她，我也练成了。你别看我头短屁股大，我紧倒，我就追，追了3年，我也没追上。落了个好身体，我就考进了咱们警校。一进警校啊，我就发现有一个师姐挺棒的。这师姐个儿不高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像个冷面杀手。但是那学习啊，方方面面那叫一个厉害。犯罪心理这些动脑子的科目，他都优秀，那还情有可原。可是他这个5公里越野，这个体能格斗啊，他居然也都优秀。你说他能做到，我们这些男人情何以堪啊？我就开始给他写情书，结果我这发现啊，全校的男生都在给他写情书。哎呀，我也好好学习，我也成为本年级出类拔萃的人。可是直到毕业，我也没追上人家。结果我发现他进了咱们刑警队，我毕了业之后，我就追随他，我也进了刑警队。然后我们就一起抓西北。您说的是我妈吧？结果他就失踪了，我呢就成残废人了。叔，您也承认我妈是失踪了，是不是？别难过，孩子，我感同身受。真是。为什么？我妈还在他手里，我要找到她。找到他又怎么样？
还愿意见你现在的样子吗？叔，你能活下去，比做警察更重要，不是吗？他会放我走吗？只要你配合，我现在掌握了所有的密本，一定能够说服他。我知道的太多了，他不会放我走的。叔，你相信我一定有办法的。你只有活下去，才能继续照顾孟姐姐他们，不是吗？我像你一样活吗？我对得起这身警服，我最好劝你一句：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你再也回不来了。叔，我求你，别放弃，你只有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你放屁！我最后一次替你妈妈劝你一句：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王八蛋！说，来吧！叔，你别逼我了，走！别逼我说！叔，对不起，叔。对不起，叔。对不起，叔。你去找我妈妈，往天山县开干什么？时间不等人，必须赶在警察到来之前拿到我们的东西。拿到东西，你们母子很快就团聚了。我妈到底是谁害的？我害的，也是我救的，所以他才活到今天。要说起来，这是一段很长的孽缘。我要是敢说，你敢听吗？你来开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上车！掉头！
离墓园还有多远？4公里左右。段青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我们这已经提前到了南茂镇，不会是惊了吧？你带人继续去墓园部署。明白。南茂县最西侧离边境线不足6公里。我已经请求边防支援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绝不能让裴营的团伙再逃到境外去。是。往南1公里左右有一片没有地图标记的空地，那就是我家的墓园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枪的仓库和沙漠虎的遗产被安排在同一个地方，说明江九平已经掌握着这2笔财产。以他的作风，弄不好东西都给毁了。沙小飞现在被警察抓了，那个小子没你骨头硬，如果都招了，那么现在警察就应该锁定南茂镇，那么安溪墓园就成了圈套了。知道他骨头软，还让他去？投石问路，到底是不是圈套，得有人跳了才知道。如果大唐能够得到消息，平安回来，那是最好。要是回不来，看来这5年我又是竹篮打水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跟上回一样，带着你妈妈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。你们是要挖我妈妈的墓吗？很抱歉，这里边可能藏着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下车吧。又换车？那儿。太君，他们进套了。段青，我们有人质在对方手里头，先定死目标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向你妈妈问好。姓裴的，你耍我！孩子，我想请你再给我帮个忙，给汤永忠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开个绿灯。如果今天我和大唐都栽在警察手里，你就永远见不到你母亲了。如果大唐带着宝贝回来，咱们爷俩平分。我说话算话。喂，喂！
喂，太君，是我找到我妈了。你追到我叔的追踪器，那是配音的位置。你给我点时间，现在我去找我妈。程凡呢？我叔已经牺牲了。太君，没事吧？是我们的功臣，我们没忘记他，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他。可惜死了好多年了。
啊，怎么样？老大，你看，东西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正在装车。好，太好了，准备出发吧。他们不敢拦你，等出了边境，咱们就自由了。好的，老板，收到。兄弟们，加快速度！太君，他们拿到东西了。再坚持一下，这罪就收到头了。上车，走。上车！准备！喂，谭永忠吧，我曾经给你打过举报电话。你还记得吧？果然是你。我麻烦你个事儿，让你的手下把路给我让开。林警官现在在我的车上，把路让开。我要跟他通话。好，稍等啊。说句话，咱们就安全了。放心说句话，你张张嘴，咱俩的命就保住了。林哥。是你吗？师傅，一涵，一涵，师傅，才有话跟你说。太君是我妈在前面车里吗？在。让我去跟她谈谈。朱一涵，活着回来。谁赔的？开门！开门！把枪扔了！开门！妈！妈！妈！段青，什么情况？大姐，一涵跟着裴英走了，跟着去啊！上车！让我跟他说句话。
我要走到北，我还要从北走到黑。我要人们都看到我。都退开！退后！干什么？站住！放下！退开！别慌！别忘了你是个警察！好样的！站住！报告太师，侦查员立刻出一函，顺利完成任务，请升归队。我等着有一天回头，多年后还是你牵我手，相信爱永远值得等候，让感应带我向你走。等着有一天醒来，你在身边相偎依。老爷，我妈呢？你妈去南川了呀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，谁呀？妈！妈！妈，我是遗憾，再也不曾回头，我还在等着重逢时候，花却已落满了我的爱你。小婉，穆院长的事之后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等到芥蒂消除的时候，你肯定不会再恨我。到时候，你会有很多话想对我讲，不用难过，也不许遗憾，因为我都听到了。我也会有很多话对你讲。你也听到了，对吧？咱们说我喜欢的第三个女，她呀是个医生，你没见过她啊？你要见着她了，你绝对你也得喜欢她，你知道吗？她这个人呢，她不是美，她是美好。我呀
我是看病的时候我认识的，医术高，心脏科的大主任，对病人还体贴入微，这人他也温柔。我活了这40年，我都觉得我没白活，我原谅了所有这世界对我的不公平。我为了追他，我专门把我这个合同医院呀，从原来的医院调到他的医院，我就找他给我看，我哪怕让他给我看死了，我都乐意。哎呀，可是天公不作美啊，刚离婚，还带着个孩子，现在啊，正是这个恨天下的事，对我是不冷不热，不热不冷。我就想问问这老天爷，你说你个小娘们儿，你恨男人，你怎么就恨到我头上来了？什么小娘们儿，用词文明点。我就说小娘们儿，怎么了？我就说小娘们儿，小娘们儿怎么了？小娘们儿把酒给我倒上。说。少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跟这孩子正夸你呢。快叫小婉阿姨。哦，叫小婉姐姐。小婉姐姐。你这身体还喝酒，心脏要不要了？我很能喝是不是？来，我跟你喝。来啊！小婉，别，咱不这么喝！哎，不，对不起啊。从今开始不喝酒了啊！不是，我不喝酒。妈，陈叔，大龙，我们胜利了。经过这一次血与火的洗礼，我更加明白了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、成熟的人民警察。我不会辜负自己的誓言。记得或不记得。这可是一段太长的孽缘了，你敢听吗？我第一次见到老七，就深深地被他吸引了。从一开始，他基本不正眼瞧我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对他越上心。也就是因为过度关注，让我从他身上发现了破绽。我一时手软，就沦为了他的同伙，所以我没有当场处置他，就成了给他的把柄。来吧，如果事后我再揭发他，他就可以同时把我也拉下水。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坏了。我降不住他了，我把他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再也不能说话了。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为什么古代那么多昏君，好话歹话都不听？宁可错杀了那些忠臣，
也愿意让那些妖姬弄得国破家亡，因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。生日快乐！后来古木兰怀疑内部有鬼，逐个排查。他知道老枪早就对古木兰心怀不满，就顺水推舟，联合我做了一个局，借着老枪造反，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他身上。阿库是不是给你看过一张照片？那是我故意让周记拿给古木兰看的，可是没想到周记居然没有停止调查，他弄了一批货，设了个局，你妈妈差一点就上当了，而挽回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死，最好是死在我的手里。四叔，也不知道到底谁是鬼。东西呢？你说的是这个吧？林小姐是谁杀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她从来不用这种匕首。人是你杀的吧？可不敢胡说八道。你说过，得不到就把它毁掉。他既然出现在这儿，就有可能是鬼，宁可错杀，也不能放过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拿回去之后，你可以交给老谷，也可以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说不定哪天琢磨清楚了，就不用再舔着脸找茬门了。老七这事儿，我认。自己钟爱的女人死在自己手里，不是件很浪漫的事儿吗？大堂，来吧，给我拍一张现场犯罪图，让小鸡带回去，跟古老板有个交代。可能是用药太猛，他高位截瘫了，不说不动，只能动动手指头打字。我知道你手脚不方便，你只要把破译密文的方法告诉我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求了他3个月后，他终于和我达成共识。他答应帮我破解密文的内容，我帮他举报古木兰，消灭西北狼。我按照他教我的方法，给警察发了一条加密短信。我没想到
木兰在周记的安排下，居然提前跑了。这说明你妈给我的加密方式是有问题的。她可能是怕我掌握了全部的加密规律之后，会直接解开密文。2天后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胡木兰在回家的路上，被3省警察联合围剿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，到底是谁举报了他。 5年前警方收网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成功突围，只有你爸爸不围堵啊？想知道你爸爸在哪儿吗？他死后，身边人按照他的遗嘱，把他的尸骨放在了狼群出没的地方。在墓园缴获的沙漠虎遗产，确实价值连城啊。但是在我感觉中，这数目上，跟我想的还是有差距。从我第1天入职，您就教我，不能凭直觉办案。请进。抱歉啊，我进来吧，我这要走了。古琳娜，你上个月上墓园，你跟谁讲过？我姐姐，怎么了吗？没事儿，你们聊吧。好久不见，顾小姐。多久啊？27天。